家好，我是 Emily。在上一支短片我比较了前2部影片，一部是我在感冒的时候唱歌，另外一部是我在没有感冒的情况下唱歌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2部影片听起来歌声好像一样呢？如果还没看过那部短片，可以点右上角资讯卡去观看哦。顺带一提，我的感冒已经好咯，感谢当时关心我的观众朋友们。其实我平常感冒的时候，不管症状多严重，亲友听我讲话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，原来我有感冒。如果自己什么都不说，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察觉我其实有感冒，除非我有那种很严重咳嗽的症状，他们才会发现。我感冒的时候唱歌也是，我有去分析这背后的原因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应该是因为我平常有在保养自己的喉咙。所以我想利用这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保养喉咙的方法，其实都很简单，只是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，可能要做到会有一点难度。也是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台湾人会有帮助，所以这次影片就用中文来讲，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对唱歌有兴趣、想做好喉咙保养的人，或是因为工作需求、长时间需要讲话的人。第1点，多喝水，少喝含糖量高的饮料。人口渴的时候需要补充的是水分，所以要多喝的就是水。大部分台湾人会喜欢去手摇饮料店买饮料，甚至直接以饮料代替水，通常又是买珍奶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。不过含糖量高的饮料并没有办法达到解渴的作用，甚至会让你越来越渴。因每个人情况不同，有些人甜的喝多了还会冒痰。总之，喝多了会对喉咙造成负担。另外，长期喝很多含糖量高的饮料，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。因此，如果有心想要保养好喉咙，还是建议大家喝水会比较好哦。而喝水的部分要注意，第1，先计算好一天要喝多少水。一般会建议体重乘以30cc， 就是你一天该喝多少水。假设你的体重是60公斤，那么你一天就是要喝1800cc 的水。第2，补充水分并不是口渴的时候才补充，而是要定时定量的补充，这样比较能帮助你的喉咙维持在一个充满水的状态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感到口渴，是一定要补充水分的。如果你很难克制自己不买饮料，你可以改选无糖的，再不然就是微糖或少糖的。你也可以想一个让你远离买饮料的诱因。大部分饮料不是都蛮贵的吗？所以我觉得省钱会是一个很好的诱因。你可以想说，我省下买饮料的钱，久了就可以用这笔钱去做某一件事，或是买一个自己很想要的东西。好比说，如果我连续2到3个礼拜不喝饮料，我就那笔钱可以去吃西提了耶。第2点，早上刚起床后，先不要说话，等喝完水才说。我身边有蛮多亲友是刚起床后就会先道个早安，然后就开始闲话家常。不过从前一天晚上睡着到隔天早上醒来，这中间是都没有在喝水的。也就是说，早上刚起床时，喉咙是处于一个很脆弱的状态，在这样的状态下讲话其实蛮伤喉咙的。因此，起床后如果想要讲话，在那之前应该要先补充水分哦。第3点，不扯喉咙大吼大叫。如果有需要，是用不伤喉咙的方式去吼叫。吼叫其实多少会造成喉咙的负担。如果你是属于情绪一上来就很容易吼叫的类型，可能要适时提醒自己，尽量放低音量，不然就是要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遇到像是老师骂学生，或是去看演唱会，歌跟歌之间想不停地喊偶像的名字，这类必须要大吼大叫的情形，也切记不要扯喉咙。很多人吼完声音变得沙哑，就是因为有扯喉咙。我自己的做法是用合唱团学到的发声方法去吼，先深吸一口气，让气息流通到腹部这边，然后由腹部运气，最后大吼。吼的时候是靠腹部的力气去吼，而不是用喉咙这边。如果用正确的发声方法，你会发现气息有确实流通到腹部的感觉，而且喉咙这边是处于放松的状态，不是紧绷的。如果下次有遇到骂人或是想去看演唱会，不妨来试试这个方法哦。最后一点贴心提醒，尽量不要熬夜。大学生赶报告，研究生赶论文，社会人士加班，这些都很难避开熬夜。不过熬夜不光伤肝，其实也会伤喉咙，也会降低免疫力，增加被传染感冒的风险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
还是尽量11点以前睡会比较好哦。最后整理一下保养喉咙的3个方法以及一个贴心提醒。第一，多喝水，并以正确的方式喝水，少喝含糖量高的饮料。第二，不在刚起床缺水的情况下说话。第三，不扯喉咙大吼大叫，如果遇到需要吼叫的情况，会用腹部运气发声。以及一个贴心提醒，尽量不要熬夜。让我们一起做好喉咙保养，当个美声天后或美声天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分享、加订阅频道。如果你有什么保养喉咙的好方法，也欢迎留言在下面分享给大家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